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某天的游艺小屋。今天是23年的8月31日，我们开店马上就要满1周年了。这一期相当于一个我们的年度总结视频。这一期视频我会带大家回顾一下过去这一年，说一下我们这一年的经营情况，以及我们的营业额如何，能不能往后一直的良性运转下去。还有大家一直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，就是 B 站收入到底怎么样？是不是真的比我们这个店赚的还要更多呢？过去这一年呢，对于我们和大家来说，应该都不算是平凡的一年。去年我们刚开业的前3天，因为风控原因几乎零收入，那段时间真的很迷茫、很无助，甚至都有点陷入自我怀疑了。后来世界杯的时候，事情迎来转机，客流开始慢慢回暖，然后紧接着就是逐步放开，整个商业区除了我们之外，几乎全都关门了。不过我现在回头想一想那段时间，其实除了不赚钱之外，还是挺开心的。大家也都不用上班，每天就是跟一群朋友还有顾客一起踢非法、喝酒、看球，而且看完球正好是凌晨5点，去做核酸都不需要排队。后来疫情彻底爆发了，世界杯决赛的时候，我都是发着烧来店里看的。当时店里除了我跟老板娘之外，只有2位顾客。可能那2个月的时间，最令我欣慰的一件事就是阿根廷夺冠了。不过那个时候我们谁都没有意识到，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巨变。十几天后，到了2022年的12月底，这是一天我只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。到了跨年那一晚，所有开店的老板都懵了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大街上有那么多的人，隔壁酒吧人多到什么地步，把我们店里的桌子椅子全都借走了。可能真的是这3年大家都压抑得太久了。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儿了，好像好起来了。然后第2天元旦，我们这里的人也开始慢慢多起来了。然后再到春节假期，我发现大家都开始慢慢不戴口罩了。然后再到春天，我们这的旅游旺季，我发现大家也都敢出来旅游了。然后再慢慢到暑假，来我们店里的股东越来越多。这一年虽然磕磕绊绊，但应该也是我们开店以来最顺利的一年了。那这一年我们店里的营收到底怎么样呢？是不是能够一直良性的运转下去呢？说到这里，我就先说一下大家最好奇的一项营收 B 站收入。大家可以先猜一下，我们过去这一年 B 站能赚多少钱？一直以来大家都在讨论，说我们 B 站赚的钱比店里赚的还要更多。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媒体不是主业，也有可能因为大家把自媒体收入想象的太高了。这里我也不多说，我直接拿出我的手机给大家看过去这一年我们的 B 站总收益。可能比大部分人想象的都要低吧，而且我们这其中的将近一半都是创作激励，可能有人觉着也挺高了，但跟我们各项数据都差不多的 UP 主，我估计90%以上的人收入都会比我们要高很多。可能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会说啊，你们是不是接不到推广？其实我们不是接不到推广，反而找我们的特别多，但都因为各种原因我们没有接，有的是产品有问题，有的是他们让我说的话我感觉不太合适。还有的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感觉也不适合我们植入，所以说我们想遇到一个合适的推广也不是特别的容易，而且我们平时还要兼顾很多店里面的事情，精力确实也有限，我还是不太喜欢处理一些特别复杂的推广而改变自己的节奏。当初发视频就是为了分享自己的生活，想多认识一些同行的伙伴，把这里打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所以说我还是更愿意去跟不同的人聊聊天，说说游戏，跟不同的人踢2把球。这会让我感觉到更充实，这种状态也会让我感觉到更舒服。说到这里，估计就没有人觉着 B 站赚的比店里还要多了吧？那去年这1整年，我们店里的营收情况到底怎么样呢？过去这1整年，我们店里营业额大概是36万2千块钱，我不知道大家觉着高还是低？可能有人觉着也挺高了啊，你这差不多2年就回本了。但是这里是营业额，不是我们的净利润。去年的4个月基本都是白忙活，除了10月份营业额过2万了，其他3个月基本都是亏钱。今年确实好转了，但是电玩店真的就像是一个无底洞，你如果不想被淘汰，就要一直的投入，而投入会一直贬值，短期内根本无法变现。前几天我们交完房租之后，我们只剩下17万块钱了，这其中还有 B 站的6万，相当于我跟老板娘1年9万块钱吧。而且这个代价就是我们要全年无休，并且根本没有时间去消费。其实我一直感觉电玩店这个模式还是很差的，就是低门槛、低上限，而且后期投入高，
还有高强度手电。去年这一年，我们一直在做不同的尝试，增加了很多新项目，但是变到我们现在这一步，我感觉提升空间已经不大了。就算我再去增加一些新的项目，对我们的营业额也造不成多大影响了。按照今年这个情况继续发展完的话，明年可能营业额会再提升20%左右，但同时也是我们这个店的一个上限了。其实我感觉像我们这个年纪这个状态，一年能剩这些，我们已经非常满足了。因为财富不一定都是物质上的，我们能每天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，充满热情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我觉得这也是属于一种财富吧。因为我们店里最不缺的就是快乐。所以过去的这一年，我们也更乐意去交更多的朋友，去聊一些开心有趣的事儿，一起去玩，一起去讨论各种游戏。没事的时候还可以在店里坐着，听听朋友们的倾诉和八卦，其实真的挺开心的。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，这也是我们自己喜欢并且热爱的事情。这一年对于我们个人来说，成长和收获也是非常多的。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店里，从刚开始一无所有到现在几乎全被放满，这一件件物品，一张张照片，慢慢的构成了这个店。对于我们来说，他们都不是冰冷的，而是有灵魂的。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个个的故事和一个个真实存在的人，这是大家给这个店带来的温度。虽然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，但我一直觉着不是我们成就了这个店，而是大家成就了我们。感谢每一位默默支持我们的人，祝你今天愉快。